嗨，大家好，我是阿 K 老，欢迎收看 ACS Model Talk。这次我们要跟各位来聊聊实用骑乘手势。那骑乘的时候，我们会使用非常多的手势，它到底有哪些呢？它的起源又是什么呢？那我们最主要会使用到的又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就会针对这几项为各位详细的说明。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咯 ，Let's go。首先，在前言的部分，先跟大家聊聊手势的起源。其实手势起源非常早啊，它比文字还早。基本上，而且还有就是基本上各位你们天天都在使用手势，可以想象到是哪一个吗？最简单这个就是打招呼 ，Hello。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手势的，然后还有指方向给人家，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天天会使用的手势。那当然啦，除了一般使用的手势以外，接下来他们在进一步演进到就是在以前狩猎的时候，因为他们在打猎的时候呢，就是要非常安静，不能够打扰猎物，然后猎人又在附近组成队伍的话，他们就会用手势去沟通方向在哪里，要注意什么，然后在什么时间行动。当然再更进一步进阶的手势就会到军事的用途了。对，军事用途更多人的沟通，然后不能出声音的时候，也是会用各种的手势来指引整个队伍的前进。所以严格来说，其实手势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那今天当然我们就只针对骑乘的手势的部分为各位来说明。那骑乘的手势呢，当然它有非常的多种，但是在这里我们只整理出7种最常7种，严格来说是6种6种最常使用的手势说明。所以各位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仔细听好咯。我们最常用的6种手势，第一个就是代表加速跟前进。那加速与前进，通常我们这是手去挥动，无论是往上挥动还是往旁边挥动都一样，就是教大家开始加速往前或者是超越我。那这种情况使用的场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队伍做加速的动作，第二个就是可能做超车的时候，第三个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我们需要快速的通过，例如这个路段比较危险，我们需要快一点通过，就叫大家快点来。那在另外一个就是请赶快跟上来，这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都会用加速的挥手的动作。那加速挥手的动作其实有一个应该讲它有一个延伸的使用，也就是超过我。所以当我们在跟人家表示说来加速的时候，就是代表说好往前走，但是当你跟到我后面，我还在那边继续摆手的时候，就是叫你甚至是超过我了这样子。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最常使用到的加速动作。好，第二个动作就是注意跟放慢。注意跟放慢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直接伸出我们的手。对，就是无论是伸出伸出左手，伸出左脚，甚至伸出右脚，那几种方式都是在告诉你注意和放慢。那通常在使用的情况就是代表前方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我们要注意，甚至有测速照相啊，有什么东西之类，或者道路的那个上面有肮脏，有什么凹洞之类，有水这些东西的，我们都会用这个注意跟放慢的动作。所以当我们伸出来手静止的放在那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就是代表前方有状况，我们要告诉后方的车辆。那再下一个就是注意方向。第三个就是注意方向就是要注意方向的时候是通常连带第二个的那个放慢动作，就是我们在叫大家放慢完，我们会用手指去指你要注意的地方。就例如地上这里有一滩水，我们就用手指去指它，然后测速照相在这里，我们会指上面，在左边，在左边，在右边，这样我们都用手指去指。所以通常叫大家注意放慢完，就会接着用手指去指，就是代表这个是我要你现在放慢的原因所在。那当然同样在放慢的时候，在那个指方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手不方便放开的话，也会用左右脚来代替哦。对，例如那个右边地上有东西，就伸出右脚给你看，这样子。所以在第三个注意方向的话，就是会用指的方式，那脚的话是一样的。好，第四个就是当我们现在车辆到了路口，这有时候路口有左弯有右弯，或者是可能两边的路它不是垂直的，就是有左边右边这条路。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们一样也会用手指去指那个方向。
所以手指指的这个方向也告诉你现在要往左边这条路走还是往右边这条路走，或者是甚至有3-4条路口我们要往斜左前方斜右前方，这些手指指的方向就是代表你要注意跟我们要前进的方向这样子。那在这里大家应该就提出一个疑问啊，不对啊，通常转弯不是要打方向灯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用手还要用脚去指示大家往哪边呢？因为当我们在道路上的确是使用方向灯没错，但是当越野的时候，你的路况上面的土啊草啊那些是会多到把你的车灯完全遮蔽到完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打方向灯，其实后车根本都看不到了。所以通常在越野的环境中，我们也不太会打方向灯，就直接用手指指，然后左右甚至伸出左脚是左弯，右脚是右弯，这个东西啊，在菲律宾的时候都是这么用的。没错，菲律宾的车友们呢，他们很可爱，因为他们有些车子啊，那个方向灯都坏掉了嘛，甚至是那个厂车直接在路上骑，就那个时候要靠左边靠右边，他们就直接伸出左脚或右脚这样子来告诉你该要往哪边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向左向右的部分。好，接下来到了第五个就是所谓的跟随我。那跟着我走，通常我们的动作就是拍车尾，对，拍着后座或者是拍着车尾，看每台车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当我们这样往后拍的时候，就是代表请跟着我走。那通常这使用的场合会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需要特别带你往哪个方向走，无论是调动人员的排序，或者是调动领队者工作人员的排序等等这一类的，我们都会使用这个方式。所以举个例子，就像现在我们需要叫一个人员他往前移动，然后到下一个路口去支援的时候，我们就会拍叫他跟随我，然后我们会往前到前面，然后再指示他到前面去等等这一类。所以当下次你们看到有人走到你前面看你一下，然后拍车尾，就是代表请跟着我走这样子的意思。好，第6个就是回转。回转的话也很简单，我们的手举起来，然后在空中做旋转的动作，指着天上旋转，这个就是回转的动作使用了。回转动作使用呢，通常我们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当然是走错路嘛，前面是死路，或者是我们走错路了要重新再来过，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是要到对面，那这个时候也需要回转。那到了路口左边的时候，请问到底打方向灯是要左转还是回转呢？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打方向灯靠去左边停下来，我们还会做手势的动作，就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做的是回转而不是左转。那这个就在各种场合上我们也都会使用这些东西。但接着到第7个就是停止。停止下来的时候，它的手势非常的单一，跟回转很像，我们的手一样是举起来90度朝上的，但是我们是握拳停在那边，这个就是代表说整个队伍停止下来。停止下来通常会有什么状况呢？就是像我们要检查，或许他车上的东西没有绑紧啊，要掉下来啦，那可能是行程就是要改变了，或者不确定，我们再次检查一下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需要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停止的动作，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宣达什么状况，就是都会使用这种。那很简单的讲完，就是各位听起来有没有发现到我明明不是讲6个吗？但这里为什么讲了7个呢？其实答案是因为刚才第3跟第4个就是那个指方向跟左右转弯是同样一个手势。那我们分开讲的原因是为了让大家记得它有2个，因为混在一起讲你最后就忘到完了。通常混在一起讲只会指方向在用，那在转弯的时候就不会使用这个手势了。所以我们可以拆开来，但是以手势来说的确是只有6个而已。但是就像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各位现在光是上网去查询，你就会看到有无数的手势的说明，然后通常那个手势多到20-30个以上，就根本是多到爆。那为什么我们只会有短短的6个手势，然后7个说明而已呢？这个原因接下来就跟各位讲，为何我们会做简化。那在做简化的原因有3点。第一点，虽然它有20-30个手势，没错，非常的完整，但是我请问各位，你们现在记得了吗？
这20-30个手势各是什么意思？所以知道了没？沟通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需要用相同的语言才能够有效沟通。当你背下20-30种手势，但是完全没有人知道你在指示什么的时候，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记住了，第一点，当这些手势你记不住的时候，等于是没有用的，你记不住，代表别人当然也记不住。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完这6个手势，所有人一听完都一定会知道，也记得住，这个才是有用的。第二，就是虽然有这么多手势，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手势是混淆的。举个例子，像这个，假如我现在摆出这个手势，请问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好意思，这在里面是指左转哦。那这个手势呢？这个是什么手势？这个是他们有讲是右转，但是也有一些表达这个叫做前面有警察知道了吗？然后这是什么加速，这是减速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通常他们的感觉做出很多手势非常的厉害，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很多手势它是很相近的东西，然后我就算摆出来，你脑袋也会想请问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因为当很多手势一旦有相近的那一刻，你就会产生混淆。有时候各位要记得，混淆是比错误的指令更恐怖的，要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应该说我们宁可没有指令，但是当你传达错误的指令的时候，它会比你不传达指令更加的恐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军事里面，我们光是数字1 2 3 4 5 6 7 8 9 10都不会这么用，是用1 2 3 4 5路拐八勾动。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1跟7的声音就很像嘛，对不对？4跟10的声音就很像嘛，所以其实我们都要尽量把这些相近的东西拿掉。当然不只是无线电，在手势上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去套用那么多的手势，而是简化到这几个的原因所在。那第3点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必要。你说真那么多手势，你应该讲，我说难听点啦，你说前面有警察，前面有警察，但我说真有没有警察有什么关系？难道各位在要绕跑吗？骑无牌车贴牌车要绕跑吗？没有嘛。所以其实就算前面有警察，那我们要放慢怕他打雷打什么，那你就是做放慢的手势就好啦。那他是不是警察还是测速照相有差吗？没有差。然后难道你的手势还要告诉他说等一下我们要大家要停下来前面臭豆腐摊啊，然后你要点几份，你要加辣不加辣啊不必要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骑乘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手势只要简化到这6个，基本上所有的环境都可以使用。我们骑车带队到目前为止已经几乎超过20年以上了吧。对，我们也就这几个手势而已，没有更多的了，我们也不会教更多的，因为没有必要的手势我们都不会教，因为教了你只会混淆，那人家每次都久了还忘记说请问这是什么手势，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各位知道了吧，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弄那么多，因为这个也不是比赛，我们不是在比赛，也不是像那种棒球选手这样那个捕手还在这边摆3摆2什么策略，对不对？我们不是比赛啊，没有人要去拼啊，所以你不需要去刻意背那种什么一大堆神奇的手势，没有。各位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在骑乘中的手势它都是辅助作用，它不是拿来限制你的，所以请记得我们使用它应该要帮我们的骑乘带队啊，大家一起骑车的沟通更加的方便轻松，而不是对你造成混淆，所以这点请不要忘记咯。那基本上手势的话就这么简单，对，不要怀疑，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影片很短所以各位请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实用的手势，就是因为是要真正你每天都可以用，然后你看完这个影片你就知道，然后你跟别人之间也可以用同样这个手势沟通，这样子出去的时候大家才会轻松，不必要增加更多的就不用。好，所以今天影片在手势部分就讲到这边，最后呢有跟各位讲一个重点，就是在台湾请大家帮忙做一件事情，这个当然不是原本影片中要讲的东西，但是只是希望传达给各位。以前呢当年我记得重机开放不久时，那时候汽车还对重机很陌生嘛，所以大家讲不友好，其实也是汽车不知道重机什么状态。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环境，当我们在山路在哪里的时候，汽车驾驶看到我们，他们有时候都会让开给我们过。所以各位请千万记得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认识汽车驾驶，汽车驾驶也不认识
视我们。但是说真的，假如不骑车的人，他们看到每一位与他接触的重机骑士，他们都会把他当成是一个重机组的代表人物嘛，对不对？所以感觉都一样的嘛。所以请各位帮忙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下次你们遇到有车辆好心让你们超过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记得可以简单的按喇叭哔哔，然后超过他之后举个手。通常很多人是什么伸手什么静态，我通常是举起来摇那种拜拜的那一种啊，是因为手晃动会比较，我个人觉得啦，有时候你这样手举起来，到底是举这个还是举中指不知道，所以我通常举起来我都会晃动，那个比较像是感谢的意思。所以最后也只是请各位骑车的朋友们，下次有汽车让你们的时候，请记得帮他们说个感谢，那这样子相信汽车驾驶也可以更感受到骑车人士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人啊的一个友好的亲近这样子。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咯，非常短的一个主题，就不晓得各位觉得怎么样呢？只要你们喜欢的话，记得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然后对，订阅我们才能够知道下一次我们有什么更新的消息会给你们。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啦，有什么想知道的也欢迎请在下方留言来跟我们讲，我们就下次见，拜拜。